这绝对是每位家长和孩子必看的一部纪录片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正处在逆境中的人。天生残疾的小狮子好不容易追上了狮群，他凑到母亲面前想喝口奶，可正在喂奶的母亲却又一次无情地拒绝了他。小狮子一脸茫然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如此对待自己，就因为一双天生残缺的后腿。兄弟姐妹孤立他，就连母亲都想让他自生自灭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他就是另类的存在。看着其他兄弟姐妹可以欢快的嬉戏打闹，小狮子满脸的羡慕与渴望，他也想融入那个快乐的小团体。可当小狮子鼓起勇气靠近后，兄弟姐妹仿佛是将他当成了空气，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。带有先天缺陷的小狮子再一次被拒绝，他失落的离开了。瘦小孤单的背影里流露着莫名的心酸与无奈。然而一旁的母亲却只是远远地看着。小狮子舔了舔嘴，距离上一次喝奶已经过了3天。此时的小狮子饿极了，为了生存，它必须要摄取营养。明知道妈妈不喜欢自己，小狮子还是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。可刚一靠近妈妈，就对它龇牙发出警告。小狮子的眼里满是悲伤和不解，看着兄弟姐妹都在大口吸食着母乳，强烈的饥饿感迫使它再一次选择了尝试。可没想到妈妈竟直接站了起来。不甘心的小狮子又追了上去，但等来的依旧是同样的结果。作为母亲，这只狮子为何如此偏心呢？原来在残酷的自然界，母狮或者其他动物往往会优先哺育强壮的幼崽。对于那些天生带有缺陷或者弱小的幼崽，多数的母亲都会选择放弃喂养。很不幸，这只小狮子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。对于它来说，更可怕的是狮群的每一次迁徙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先天的残缺，让它行动变得异常缓慢。尽管小狮子努力地跟在后面，可茫茫的草原中，最后又只剩下了它自己。坚强的小狮子并未放弃，它踉踉跄跄地奔向远方，靠着狮群们留下的足迹与气味，在历经长途跋涉之后，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人。但它依旧不受这个家庭的待见，兄弟姐妹们对它的到来完全视若无睹，母亲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它一眼。然而小狮子早已习惯如此，却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习惯。狮群们不会因为它的到来而停留，在雄狮的带领下，大家再次踏上征程。来不及休息的小狮子立刻就追了上去，它只能一瘸一拐地坚持着。一旦离开了群体，年幼的小狮子根本无法生存。长期的行走和脱水让它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，巨大的疼痛让它再也无法控制身体的平衡。但顽强的小狮子并未因此而放弃，强烈的求生意念支撑了它向前行走的每一步。其他兄弟姐妹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，对于它而言却是如此的艰难。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，黄昏时分，它顺利赶上了狮群。此时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正在母亲怀里喝奶。饿了几天的小狮子被馋得口水直流，它摇摇晃晃地准备上前碰碰运气。然而母亲的一巴掌却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。小狮子委屈地趴了下来，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能在一旁静静看着。不一会儿，腹中的饥饿感再次袭来，他鼓足勇气又一次站了起来。小狮子想绕过母亲的视线，偷偷地喝点奶水，哪怕是一口，他也很知足了。然而就在他靠近的刹那，母狮却突然起身。小狮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，他多么渴望妈妈能把爱分给自己一点啊，哪怕只有哥哥们的一半也好。可母狮并未给他任何的机会。小狮子发出了无助的咆哮，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兄弟姐妹都拥有妈妈的疼爱和照顾，而自己却连喝口奶的资格都没有。小狮子的眼中充满了委屈和难过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不久后，母狮带孩子们来到了一处水源地，而后面依旧是小狮子孤单的身影。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山坡前，当看见家人都在大口饮用甘甜的河水时，这一刻小狮子更加渴了。如果不尽快补充水分，它马上就要面临脱水的危险。可幼小的它却不知如何才能跨过面前陡峭的山坡。无助的小狮子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在岸上打转。他知道，如果想要活下去，就只能依靠自己。最终，小狮子选择铤而走险，它沿着陡峭的山坡缓缓移动。而此时，在水中潜伏的鳄鱼早已等候多时。只要一个失误，跌入水中的小狮子马上就会成为鳄鱼的晚餐。看见这一幕的母亲还是心软了，她实在不忍心让孩子成为鳄鱼的食物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母亲还是将他救了下来。她叼起孩子，迅速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。聪明的鳄鱼知道无机可乘，也逐渐消失在了水面上。饥渴难耐的小狮子缓缓走向河边，它终于喝到了水。本该喝奶的年纪，却不得不靠喝水充饥。眼前的一幕让人着实感到心酸。他知道妈妈不会为自己提供任何食物，所以只能多喝点水来补充体力。一番畅饮之后，小狮子艰难地朝着岸上走去。刚踏上岸边，他又看见妈妈在给其他兄弟姐妹们喂奶了。锲而不舍的小狮子再一次凑了过去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回母狮并没有拒绝他。这是多日以来母亲第一次允许他靠近。小狮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母乳，这一刻他再次感受到了那份久违的母爱。可母亲给他的时间并不多，没等他喝饱，母狮就又一次起身了。小狮子不停地舔着嘴角残余的奶香，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味道。而这片刻的幸福对于他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狮群们很快又开始踏上新的征程，小狮子依旧跟不上家人的脚步，他再次被远远地甩开了。残疾的身体加上营养的匮乏，让他每走一步都显得那么吃力，而他似乎也习惯了这一切。突然，前方的一只小狮子停下了脚步，
仿佛是在等着自己。随后整个家族也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。小狮子加快了前进的脚步，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它不再是一只孤独的狮子了，这是发生在自然界较为罕见的现象。这只小狮子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最终赢得了整个狮群的认可与接纳。同时，它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每一个正处在逆境中的人，只有永不放弃，才能迎来人生新的曙光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是发生在街头让人暖心的一幕，一只被遗弃的小狗将自己仅有的食物分享给了人类。刚刚小姐姐路过时，偶然在街边发现了这只小狗，没想到天真的小家伙还以为小姐姐和他讨要食物，于是狗狗转身便将仅有的一块面包叼到了小姐姐面前。原来小狗真的会无条件爱人，只因偷吃了一个馒头，这只小狗就被主人遗弃在了垃圾堆。尽管遭受了人类的无情对待，可狗狗并未因此而记恨。当看见眼前的陌生人时，它依旧摇晃着小尾巴，面带微笑的和对方打着招呼。眼前的一幕让小姐姐瞬间破防，明明自己都吃不饱饭了，可她还是选择把自己唯一的食物送给了人类。小狗的行为打动了小姐姐，于是她决定要给狗狗一个温暖的家。经过兽医检查后，发现狗狗的身体营养匮乏，或许是长时间的流浪生活所导致的。满满的一盘食物没一会儿就被造了个精光，很难想象它每天在过着怎样的生活。在小姐姐精心的照料下，小家伙逐渐变得开朗起来，并且对主人也十分依赖。或许是担心再次被主人遗弃，无论小姐姐去到哪里，她都紧紧跟在身后。平时小姐姐还会经常陪狗狗一起玩游戏，而她也从之前的小可怜蜕变成了一只幸福的狗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狗狗也开始逐渐长大，即便拥有了幸福的生活，可狗狗依旧没有忘记主人的恩情。它会经常挖掘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来送给小姐姐，我想这大概是它认为最好的礼物吧。小狗的世界很简单，当我们伸出那双温暖的手，从此它的世界便满眼都是你。一对夫妻在外出游玩时，偶然在路边遇见一只小奶猫，小家伙毛茸茸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爱，于是男子忍不住上前撸了几把，结果小猫仿佛是认定了他一样，紧紧跟在男子身后。见此情况的小姐姐也是满脸问号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流浪猫，也不知道小哥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能让猫咪一直黏着他不放，只要他挪动脚步，猫咪马上就追了上来，生怕小哥从自己的视线里溜走。小家伙呆萌的外表瞬间就俘获了小哥的内心，看样子猫咪对眼前的陌生人十分信任，甚至还在他面前翻起了肚皮。看到这一幕的小姐姐也是疑惑不解，这只小猫似乎对自己完全不感兴趣，叫了几次小猫都没有反应，它始终围在男主身边打转，还在小哥脚下喵喵的叫个不停，仿佛是在恳求对方带自己回家。也不知道小奶猫流浪了多久，看小家伙白白净净的模样，应该是有猫妈妈照顾的，可它为什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呢？如果丢下它不管，那么在这荒凉的野外它很难存活下去。就在两夫妻想带小猫离开时，突然从远处走来一只狸花猫，猫咪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类，接着朝着小猫的方向走来。原来这只小奶猫是有妈妈的，或许是刚刚它和妈妈走散了，然后猫妈妈便沿着小猫的气味一路找了过来。见到母子团聚的小哥很是高兴，可下一秒猫妈妈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他看了一眼小猫，似乎在暗示什么。突然小猫再次跑了过来，男子希望它能回到妈妈身边，但奇怪的是小猫却怎么也不肯去找妈妈，似乎猫妈妈是想把孩子送给眼前的好心人，但身为母亲，她还是有些不舍。没走几步又不放心的跑了回来。小哥伸手示意想让猫妈妈和自己一起走，大概是习惯了流浪的自由，又或许是家中还有其他小猫需要照顾。猫妈妈并未接受对方的好意。等猫妈妈走远后，小哥高兴地捞起猫咪，准备将它带回家中。刚刚上车的小猫有些紧张，但很快小家伙就适应了新的环境，甚至还在小姐姐身上采起了奶。不知道它是不是想妈妈了。随着车辆缓缓启动，小猫不一会儿就舒服地睡着了。著名养宠专家麦克阿瑟曾说过，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一只可爱的小猫。几小时后，猫咪被带回了家里。对于这只陌生的小朋友，家里几只原住居民都显得十分好奇，一直对着小猫闻来闻去。在经过反复的确认后，最终猫咪们还是接纳了这只小可怜，希望小猫能带上妈妈的祝福健康长大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小奶猫被主人遗弃在了街道，磅礴的大雨不断打在它弱小的身体上。小奶猫拼尽全力地向前行进，试图在大雨中寻找妈妈的身影。此时天空的雨越下越大，可车水马龙的街道却没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热心的小哥在街边发现了他，见有人靠近小奶猫，仿佛是看到了求生的希望。他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不顾一切地奔向小哥。小猫艰难地在地上攀爬，娇小的身体里不断发出刺耳的叫喊。见此情形的小哥满是心酸，他上前抚摸这只可怜的小猫，试图缓解它紧张的情绪。小哥看了一眼空无一人的街道，他知道如果不把小猫带走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命运。看起来这只小猫还没有断奶，显然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也不知道它在大街上流浪了多久。幸好小猫遇见了一位心软的神，小哥将它从满是积水的地面捞了起来。
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屋檐下的台阶上。小奶猫蜷缩身体，发出痛苦的叫声。在经过仔细观察后，小哥发现这只小猫的腹部灌满了积水。为了帮猫咪保持体温，小哥找来一块干布将它包裹起来。被捧在怀中的小猫一直叫个不停。小哥猜想或许是小猫太饿了，于是他在附近的商店购买了一些适合的奶粉和奶瓶。在进行简单的冲洗后，小哥开始为它冲泡奶粉。饥寒交迫的小猫此时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。随后他开始给猫咪喂奶，因为担心小猫被奶水呛到，细心的小哥每次投喂都非常温柔。吃饱喝足的小猫很快就安静下来。这一刻，小哥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很难想象在这样倾盆的大雨中，如果没人愿意帮助他，该是怎样的结果。不久后，小哥将它带回家中，随后把小猫放到取暖器旁为它取暖。然而被雨水浸湿的小猫这时已经没了力气，身体也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。小哥几次想让它站起来，可猫咪却没有一点反应。见此情况的小哥立刻拿来毛巾帮它擦干身上的雨水，接着把一条温暖的毛毯盖在了小奶猫的身上。他轻轻摸着猫咪的小脑袋，告诉它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在小哥一夜的细心照顾下，第二天小猫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了许多。他的眼里重新焕发出生机，看着嘤嘤啼哭的小家伙，小哥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为了防止它再次受凉，小哥特意从邻居家借来了吹风机，帮小猫烘干毛发。或许是昨天在雨中感染了风寒，小奶猫一直不停地抖动着身体。于是小哥又去外面买了一些药物喂给小猫。尽管男子的生活并不富裕，可他依旧选择了伸出那双有爱之手。也正是因为他的善良，才让小猫有了第二次生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猫的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几天后，小奶猫蜕变成了一副新的面孔。它不仅有了活泼好动的天性，而且还在小哥面前撒起了娇。看着眼前可爱的小家伙，他很是高兴。但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无法长期照顾猫咪，最后小哥帮他找了一个新的家庭。刚好新家庭中的猫咪不久前也生了幼崽。可面对这只外来的小猫，原户主并没有轻易接受它的存在。小哥想让它主动去接近猫妈妈，可面对陌生环境的小猫却一脸茫然。思索片刻后，他想再次回到小哥身边，然而小哥这次直接将它放到了猫妈妈怀里。下一秒，猫妈妈竟奇迹般帮小猫舔起了毛发。他终于接受了这只可怜的小猫，看见小家伙有了自己的归宿，这一刻小哥开心的笑了。这世上有一种爱，它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却在你得到幸福时转身离开。这只100岁的海龟被压在巨石下已经2个月了。当它顺利获救的那一刻，海龟眼含热泪，竟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原来几天前2位小哥正在海边游玩，却没想到意外遇见了这只被困的海龟。由于附近没有任何救援的工具，他们只能用手不断挖掘地上的沙土，想以此帮海龟掘出一条生命的通道。在将岩石外围的沙土清理干净后，小哥找来一根木棍开始处理海龟身下的沙土。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龟的身体被牢牢卡在岩石下方，或许是知道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，这只海龟没有丝毫的害怕，甚至还饱含热泪地望着小哥，仿佛是在对好心人士表达着由衷的感谢。挖了许久后，小哥试图用木棍将它解救出来，然而此时海龟的身体已经被牢牢固定在里面，难以想象在巨大的压力下它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。小哥猜测这只海龟是躲在岩石下生产或者冬眠的，但不断冲击的海浪带来了大量泥沙，然后将海龟困在了里面。如果没人发现，它很快就会被泥沙所淹没。随着小哥的不断挖掘，海龟身下也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坑。看着饱受折磨的海龟，小哥不觉加快了救援的进度。就这样，他们从天亮一直挖到了天黑，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。可热心的小哥却一刻也没有停下。如果等到海水涨潮，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。相传100岁老龟有渡劫之说，但如今他却遇见了自己的贵人。在2位小哥不懈的努力下，海龟终于摆脱了岩石的束缚。可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，迈出几步后便停了下来。见此情况的小哥继续为海龟开路。他知道，如果海龟继续留在这里，当海水涨潮时，它依然存在被困的可能。而此时海龟似乎也读懂了他们的好意，它缓慢挪动着自己的身体，一步步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。小哥帮他拂去了身上的泥土，接着拍了拍海龟的背部，为他加油打气。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，这只海龟的每一步爬行都是那么艰难。幸运的是，它终于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园了。看见海龟很快就要体力不支，于是小哥决定帮他一把。他们轮流在后面助推海龟前行。在小哥的帮助下，海龟距离海洋也越来越近。对于我们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在海龟的世界里却显得异常困难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海龟也终于爬行到了沙滩的边缘。此时它距离海洋只有1步之遥。当海水袭来时，这只海龟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，它的眼里燃起了重生的希望，身体也顿时充满了久违的力量。它奋力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，最后这只海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。让我们为小哥的行为点赞，也祝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好运连连，福气满满。
这只白猫突然对主人发起攻击，下一秒胳膊上就留下了一道抓痕。然而这已经是它今天第3次受伤了。主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却被自家的猫咪记恨了2年半。每次主人想要试图靠近猫咪时，小白就会摆出一副警惕的姿态，甚至还时不时发出低吼的叫声。可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有2副面孔呢？在父母面前，小白又恢复了温顺乖巧的一面。看到这一幕的主人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这只猫是自己从小养大的，怎么现在却翻脸不认人了呢？原来小白曾经是一只流浪猫，几年前被热心的小哥带回家中收养。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还非常好，因为自己要去外地工作，于是小白便被父母照顾了一段时间。可这次回来后，猫咪的态度却发生了360度的转变。看见一旁的母亲在惬意的撸猫，小哥也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几下。猫咪回头一看，发现是小哥，马上就换了副面孔，似乎在威胁小哥离本喵远一点。主人对此表示很疑惑。小白对家里的人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，可唯独对自己像个仇人一样。每次看见父亲和小白亲密的样子，小哥都很羡慕，想当初这种待遇也只有自己才有啊，可现在却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。为了缓和与小白之间的关系，小哥特意在手臂上涂满了他最喜欢的猫薄荷，希望这样能够让小白接受自己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小哥试探性的将手伸了过去，结果差点被他咬到。看来小白明显不吃这一套。接着小哥又端来一盘猫粮讨好他，本以为猫咪已经接受了小哥，可当他想要伸手抚摸时，小白还是明确了自己的态度。这家伙一边吃着小哥手里的猫粮，一边骂骂咧咧。面对小白这番六亲不认的态度，小哥的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感。平时在家里，只要从猫咪的身旁经过，小白都会警惕地看着它。显然猫咪对曾经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信任感。当他坐到父母身边时，小白马上径直地走了过来，然后对着小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最后一家人无奈找来了兽医，兽医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，猫咪只针对原主人才有攻击的行为。他询问小哥是否有做过什么让他感到恐惧的事情。小哥回想之后，最终道出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原因。原来之前猫咪被小哥带去做了绝育，可等他从外地回来后，小白对他的态度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兽医表示，猫咪或许认为是原主人伤害了他，加上小哥长时间没回来过，因此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所以一直对小哥记恨在心。医生建议小哥换上父亲的衣服，这样可以通过气味降低他的警惕性。但如果想完全取得小白的谅解，或许还需要小哥在家里多待上一段时间。相信在小哥的不断努力下，他们友谊的小船会再次起航。据说如果猫咪知道是主人带它来绝育的，那么小猫就会在心里怨恨主人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这只小松鼠正悠闲地躺在树洞内，可它却并不是在休息。仔细看它肚子里蠕动的小家伙，原来这是一只待产的松鼠妈妈。寒冬后的阳春3月是松鼠们繁殖后代的季节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出生，松鼠妈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她特意在树洞内铺了些树枝和干草，准备迎接即将出生的松鼠宝宝。在这个特殊的期间，松鼠妈妈一般不会进行外出，她会静静地躺在树洞内等待生产。不久后，小松鼠将在这里蜕变成一位母亲。松鼠宝宝通常会在清晨或者傍晚出生，所以白天的时候，松鼠妈妈也会偶尔出去透透风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分娩的末期，强烈的疼痛感让她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看样子松鼠妈妈快要生产了。在经过几小时的等待后，第一只松鼠宝宝顺利来到了世上。可此时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一般这个痛苦且漫长的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。不久后，松鼠妈妈一共产下了4只宝宝，而这时的她已经完全没了力气。出生后的松鼠宝宝1周后才能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在此之前，它们完全依赖嗅觉和听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。这个阶段，松鼠妈妈会帮孩子们清洁身体，以保持他们的卫生和健康。同时，松鼠妈妈会给孩子们提供母乳，并用自己的身体保持他们的体温。在最初的几周里，小松鼠们非常脆弱，需要母亲全天候的细心照顾。几个星期之后，4只松鼠宝宝已经褪去了一身稚嫩的粉红色，现在它们长出了和妈妈一样的毛发。小松鼠们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，这时也是它们最活泼好动的时候。慢慢的，小松鼠开始学习爬树，并尝试吃一些固体的食物。但这时，松鼠妈妈还会继续为宝宝提供母乳，直到孩子们能完全适应新的饮食习惯。在第8周左右，松鼠宝宝会离开这个出生的地方，因为狭小的树洞很快就容不下它们了。而此时，小松鼠们已经长大，并且也掌握了许多生存的技能。它们会在附近的树木上建立自己的新家。当小松鼠能够独立生存时，也是它们彻底告别母亲的时候。它们将去往更远的世界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小小燕子居然成了海鲜市场的救星。这家商场内居住着数千只燕子，墙上到处挂满了它们筑好的巢穴。市场被燕子组团霸占，可商户们不但不反感，相反却攀比谁家的燕子窝更多。对于那些没有燕子筑巢的商户，平时也只有羡慕别人的份。如果哪家的小燕子破壳出生了，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围观。当顾客进入市场，耳边就会环绕着叽叽喳喳的叫声。这些漫天飞舞的燕群引得人们纷纷抬头观望。可千万别小瞧这些燕子，它们分工明确，并且每只都很勤劳。
有的忙着给孩子喂食，有的则是在筑巢，还有的在站岗放哨。这么多燕子生活在商场内，难道就不会影响正常营业吗？商场的管理员却说了一番让人费解的话，他表示这些燕子才是让市场经营下去的关键。管理员带我们来到2楼，他指向一个拖把，原来燕子在拖把上筑了一个窝，里面是还没睁开眼睛的幼鸟。管理员说，像这种巢穴大家都会重点保护。一位商户告诉我们，昨天他刚救了一只落水的燕子，原来这只燕子还没有学会飞行，昨天第一次尝试飞出家门，可由于经验不足，还没飞多远就掉进了鱼缸里，幸好大叔及时发现将它救了起来，担心小家伙被饿到，这位小哥还特意抓来苍蝇进行投喂。可为什么商户们对燕子如此宠爱呢？原来几年前这家海鲜市场人流量稀少，已经是濒临倒闭的状态。突然某天一群燕子跑来市场里筑巢，结果出生在这里的燕子第2年又全部回来，自此燕群的数量开始不断增长。原本商户们并不喜欢这些吵闹的燕子，因为时不时天上总会掉下一坨鸟屎，大家每天都要清理几遍。但来到这里的顾客却很好奇，有人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结果这家无人问津的海鲜市场瞬间就火爆了起来，而原本即将倒闭的市场也被救活了。商户们都觉得这是燕子带来了好运和财气。不仅如此，由于燕群们以蚊虫和苍蝇为主食，所以市场里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身影，因此商场也被连续几年评为卫生模范单位。燕子从此化身成海鲜市场的吉祥物，也成了这里独有的活招牌。管理员还为每窝燕子制作了海报，以明确它们的归属权。如果一家商户同时拥有几窝燕子，那么一定会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参观，生意自然也会变得很好。因此商户们每年都在期盼会有更多的燕子来自家房里筑巢。人们常说燕子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，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女孩网购了2只迷你小香猪，没想到半年后却长到了200斤。原本呆萌可爱的小猪，如今却变成了这般模样。2只小香猪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体重在不到半年就达到了100斤重，现在就连站立都十分困难。女孩告诉我们，这2只香猪是一公一母，体型大一些的快1岁了，而另一只小的只有7个月。女孩的父亲说，当时商家一再保证小猪不会长大，这才决定买2只送给女儿当礼物。可现在2只香猪的体型已经比女儿大了整整1圈，活生生就是2师兄下凡了。摄影小哥打算为2只香猪测量一下体重，只见他自信地伸展着筋骨，准备将香猪抱到电子秤上面。不过他明显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小哥使出浑身力量都没能撼动2师兄分毫。接着他又把目标转移到另一只香猪身上，然而对方却并不愿意配合。最后在几人合力下才将它抬上电子秤。这只小香猪的体重已经达到了68公斤，而另一只刚满12个月的香猪体重高达110公斤。女孩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原来2只香猪刚买回来的时候只有10多斤的大小，可长着长着就变成了膘肥体壮的2师兄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同一只猪。对于家里养了2只上百斤的宠物这件事，女孩母亲的态度始终是一贯而又明确的。她表示随时都可以做出一道红烧肉，前提得是女儿同意才行。但小女孩已经把2只香猪当成了朋友，为了帮他们进行减肥，女孩还特意定制了专属的减脂计划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们再变回原来可爱的小猪。虽然2只香猪看起来很笨拙，但实际上智商比家里的狗子还要高。到了饭点，它就会跑去按铃，甚至还会和女主人化缘。肥肉太多会影响口感，所以女主人很自然地拒绝了它们。但聪明的小猪可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发。等女主人离开之后，2只香猪瞬间觉醒，它们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搞破坏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减肥的抗议，把所有不满的情绪都发泄了出来。主人一家回来后，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了，而香猪则是一脸的无辜。女主人瞬间就有了吃红烧肉的想法。2只香猪在小主人的庇护下才侥幸逃过一劫。由于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，即便是吃素都无法阻止它们体重的飙升，并且2只猪的睡眠时间长达18小时以上。眼看着自己的宠物越变越大，于是女孩决定拿出牵引绳带它们出去散步，或许是害怕自己被绑起来卖掉。2只香猪每次都拼命挣扎不肯出去，无奈之下女孩只好将它们送到了宠物医院。经过检查后，兽医表示2只香猪还在成长阶段，目前它们体型严重超标，但后续2只香猪会长得更重，体型也会变得越来越大。医生建议家主让他们去自己该去的地方。最后经过一家人的深思熟虑后，2只香猪将前往另一个新的世界。大家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？这只刚出生仅2天的幼鸟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一跳，它努力调整好姿态，尽量让每一次撞击都与肚皮相连，从而提升活下来的概率。这是所有藤壶蛾出生3天必须要经历的挑战，也是他们一生中无法逃避的宿命。为了顺利孵化幼鸟，藤壶蛾会将巢穴建在高耸的悬崖之巅，数百米的高度有效地抵御了天敌的入侵。但唯有这种看似极端的做法，才能保证孩子们不被掠食者所吃掉。当幼鸟出生的那一刻，也就注定了他们要为这种安全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幼鸟待在温暖的巢穴里或许会很安全，但1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却没有任何食物提供给他们。36小时后，他们将面临死亡。
如果想顺利吃到食物，3只幼鸟必须跳下陡峭的悬崖，迎接自己生命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挑战。在思索片刻后，鹅爸爸最终做了决定。他艰难地走到了悬崖边，然后奋力挥舞起翅膀，尽量为孩子们做出最完美的示范。剩下的路只能靠孩子们自己了。接下来，鹅妈妈也必须要马上离开。小幼鹅慌张地追了上去，似乎他们还没有做好离别的准备。在和孩子们做好最后的叮嘱后，他来到悬崖边纵身一跃，最终鹅妈妈安全着陆。他在岩石上焦急地等待着孩子们。3只幼鹅中的老大迈出了第一步，他看了眼100米高的悬崖，尽管十分害怕，可他还是选择鼓足勇气纵身一跃。小幼鹅在急速下坠中不断调整着姿态，努力使身体保持平衡。他用力舒展双翅，在高空中伴随着微风滑翔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小幼鹅重重地砸在了岩石上。很幸运，它还活着。顽强的小幼鹅起身开始寻找父母，但此时巨大的危险已经悄然而至。一只守候多时的乌鸦早已经盯上了它。乌鸦看准时机，盘旋在幼鹅的上空，准备随时发起一场进攻。而爸爸在千钧一发之际赶来，将孩子护在身下。此时乌鸦突然着陆，他一步一步迈向这对父子。勇敢的鹅爸爸站了出来，他主动对乌鸦发起了进攻，试图将它赶跑。聪明的乌鸦选择避弃锋芒，周旋一圈后，乌鸦巧妙运用了一招调虎离山。小幼鹅最终还是被叼走了。刚刚被幸运眷顾的它却没能逃过这一劫。悬崖上的小幼鹅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，但它还是选择毫不犹豫纵身跃下。这只幼鹅没有掌握好起跳的力度，下坠没多久便撞击在了岩石上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，很不幸它没能活下来。看着哥哥们留下的羽毛，最后一只小幼鹅内心充满了坚定。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飞跃，在急速坠落的高空，它奋力地挥舞着那双娇小的翅膀，努力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。好在没有伤及到身体的要害。此时鹅妈妈也飞过来为孩子加油。再次撞击到岩壁上的幼鹅不断翻滚着身体，最终它被卡在了一处岩石的缝隙中。小幼鹅不断摆动着翅膀，试图挣脱出来。它不能就此放弃。在母亲的帮助下，幼鹅摆脱了束缚。它带着哥哥们的祝福和爸爸妈妈的祈祷，最后成功落在了雪地上。巨大的冲击力使它的身体不由自主在地面翻滚。焦急万分的母亲马上赶过来，因为这已经是她唯一的孩子。很难想象出生仅3天的幼鸟就要面临死亡的考验。或许这便是大自然中残酷的一面。这只幸存的幼鹅最后终于完成了生命之初的一次巨大挑战，它将跟随父母开启新的生活。人生中总会有坎坷与挑战，当你鼓足勇气直面这一切时，或许会开启生命中另一个新的篇章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家海鲜市场的老板是一只梅狸猫，迄今为止他已经干了5年。现在猫老板不仅接管了商铺，而且还负责周边的安保工作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他就已经早早出现在了岗位上。日常除了看守摊位，他还要仔细的进行观察，防止有可疑人员混入自己的地盘。这不，刚上岗才一会儿的时间，猫老板就发现了异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没分清大小王的鼠鼠。一般遇见这种情况，猫老板都会先进行口头教育，然后再找个隐蔽的角落将它送走。自从5年前猫老板接管海鲜市场后，方圆几公里的老鼠都闻之色变，这个市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。平时他还会驱赶附近的野猫。对于这种抢地盘的事情，猫老板自然是零容忍的态度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成了附近的猫圈大佬。可他又是如何坐上这里的头把交椅呢？据主人讲述，猫咪自律性很强，他一直秉承着3个原则做事：一不吃市场里售卖的海鲜商品，2不接受陌生人任何形式的馈赠，3不迟到和早退。难道世上真有不偷腥的猫吗？一位鱼档的老板拿来小鱼进行测试，没想到猫老板只是简单闻了一下，便将头转到了一边。果然他的意志力很强大。当面对隔壁大婶送来的新鲜大虾时，猫老板还是忍不住舔了舔，但最终他还是礼貌性的拒绝了。没办法，大婶只好将虾肉拿给了小猫。小家伙吃得很香，但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孩子还在长身体的阶段。猫咪的主人告诉我们，市场里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他都很喜欢吃，但这只梅狸猫有自己的原则，它只吃主人投喂的食物，因为这是自己打工应得的奖励。看来这的确是一只非常守规矩的猫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优良的口碑，猫咪得到了众多商户的尊敬和喜爱。可它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看守摊位呢？原来几年前女主人下班回家时，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嘤嘤啼哭的小猫。看见小猫的尾巴受了伤，于是女主人便将它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接着小猫就被收养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咪也逐渐长大。为了报答女主人的恩情，
他从此踏上了打工的道路。平时老板不在的时候，他就趴在椅子上帮忙看守摊位。猫咪出色的表现引得其他商贩都羡慕不已。这位大婶也想让他帮忙看会儿店，但没想到刚放下他，猫老板就迅速跑了回去，生怕因工作失职而给老板造成损失。大家将他认真工作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结果猫咪瞬间就在网上走红了，许多人纷纷慕名前来打卡，并且还为他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玩具。店里的生意也因他的爆火而变得越来越好。现在他已经成了海鲜市场里名副其实的招财猫。自此他顺利完成了逆袭，同时也实现了猫生价值。老虎竟然成了小猪的妈妈，而母猪却成了小老虎的妈妈。小猪不仅不害怕，还敢在老虎的身上走来走去。换上马甲的小猪果然不一般，任凭小猪如何取闹，可虎妈一点也不生气。据饲养员说，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个多月了，小猪是喝着虎妈的奶水长大的。如果有人靠近小猪，虎妈还会站起来保护它。现在虎妈已经完全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这只老虎的亲儿子却成了一位猪妈妈的宝宝，同时它也是母猪喂养大的。小老虎还有3个兄弟姐妹，对它也是格外关照，一般都是等它先吃完，其他兄弟姐妹才敢去吃。饲养员一把将它抱起，因为这家伙吃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可为什么2个种族要互换抚养呢？原来小老虎出生不久，虎妈便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它们分开。为了安抚虎妈的情绪，饲养员索性将小猪交给它抚养，而小老虎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猪群。除此之外，小老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玩伴，它经常会和小兔子们一起玩耍，但却从来不伤害它们。小兔子也没有害怕这位新朋友，反而很喜欢和小老虎待在一起。由于物种的行为方式不同，它们在一起玩耍时，兔子们会掉毛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这是对方表达友谊的方式。看来喝猪奶长大的小老虎的确有些不同，老虎居然和食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大家觉得这份跨越种族的友谊能维持多久呢？作为百兽之王的小老虎居然让一只猫鼬给欺负了，小老虎趴在门上大喊着救命，这下可把老虎的脸丢尽了。刚进托儿所的小老虎不知道规矩，跑到人家的小房子里就玩了起来，还顺带磨了磨牙齿。恰巧这一幕被猫鼬大哥撞了个正着。喂，你不晓得这是谁的地盘吗？说着猫鼬就霸道地吐起了口水。然而初来乍到的小老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作为托儿所的一方霸主，猫鼬直接把小老虎堵到了墙角，接着就开始教他这里的规矩。小老虎被吓得瑟瑟发抖。经过猫鼬反复的教育，可怜的小老虎趴在玻璃上哇哇大哭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妈妈。收拾完小老虎的猫鼬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家的小房子有没有被做坏，结果偏心的饲养员一把将它抱起，还责问猫鼬为什么要欺负小老虎，随后就把它扔到隔壁让它自我反思。可显然猫鼬对此表示不服，因为担心虎宝宝弱小的心灵受到影响，饲养员连忙上前安抚。小老虎对着饲养员就哇哇大哭，不断控诉着猫鼬的罪行。为了安抚虎宝宝们的情绪，饲养员表示给予猫鼬断粮3天的处罚，小老虎这才安静了下来。但隔壁的猫鼬瞬间就急了，疯狂地扒拉着玻璃想要出去继续揍他，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。没办法，只好去找大哥帮忙。大哥，隔壁几个新来的说他们才是这里的王，让咱们小心点，等我刷完牙就去教训一下他们，是龙也得盘着，何况还是几只小老虎。正当小老虎们睡得正香时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，小老虎瞪大了眼睛，原来是黑猩猩找上门了。小老虎瞬间就慌了，怎么办？黑猩猩疯狂开始砸门，惊恐的小老虎赶紧爬到了墙角，连口水都被吓了出来。胆小鬼，有种你别跑啊！就在小老虎思考应对方案时，下一秒黑猩猩竟然出乎意料地打开了门，这操作把几只小老虎都看傻眼了。进来之后，黑猩猩并没有第一时间暴揍小老虎，而是嘚瑟地显摆了一通，接着他不经意地拿了块毛毯，仅凭一记眼神就将2只小老虎吓得连滚带爬。小黑也是人狠话不多，上去就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这下可把小老虎给打懵了，躲在箱子后面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是老虎你就别藏着。还没等小老虎反应过来，小黑又是2巴掌呼过去，结果逃跑的路上脑袋还被撞个大包，这下可给小老虎整郁闷了，没有一个能打的，还说自己是森林之王。回到家的小黑得意地吃起了水果，猫鼬见状直呼大哥 YYDS， 几兄弟吃了败仗一脸生无可恋。饲养员见状立刻安排了营养大餐，希望他们忘记悲伤。为了让小老虎振作起来，饲养员还特意拿来猫鼬玩具帮助他们找回自信。回想起猫鼬的所作所为，小老虎狠狠地咬了下去，痛快地发泄着心中的委屈。接着另一只也加入了其中。有了自信的老虎就是不一样，这回竟敢主动上门发起挑衅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黑猩猩抓起毯子就跑到一旁躲了起来。猫鼬见状有些蒙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大哥怎么也怂了？看见2只小老虎不会开门，黑猩猩嘲讽道：“还想和我拼？你们有这个实力和智商吗？”这只花猫每天能赚3万韩元，靠着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，它顺利拿到了警局的正式编制。猫咪名为小花，平时的工作是在警局门口站岗，主要负责巡视过往的车辆，防止有可疑人员进来捣乱。对于本职工作，小花没有丝毫的懈怠，也从不迟到和早退。因为家里还有4个宝宝要养活，所以小花每天都得上班赚猫粮。清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清理卫生，帮孩子们洗漱干净后，她便匆忙赶去上班。由于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，所以小花从来没有迟到过。可她是如何得到这份工作的呢？2位小哥指着对面的加油站说：“小花原本是只流浪猫，几名执勤人员看见一只猫妈妈正守在一只死去的小猫旁边，大家被猫咪的母爱所打动，于是便将小猫埋在了附近。事后几位好心的小哥将它带回了警局，自此猫咪就成了警局的一份子，它也过上了朝9晚5的稳定生活。半年后，小花幸运地产下了4只小猫，在警察叔叔的精心照料下，小家伙们不仅呆萌可爱，还很健康。每当小花上班时，大家会轮流照顾她的宝宝们。或许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小花一家得到了众多铲屎官的宠爱和关心。为了报答警员们的关照，小花每天都会努力的工作，即便到了晚上，她还在坚守岗位。而此时，孩子们早已进入了梦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奶猫们逐渐长大，它们不仅为乏味的工作带来了欢乐，同时也治愈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作为母亲的小花却有些头疼，因为孩子们越来越调皮，一个不注意，孩子转眼就跑没了影。小花连忙追了上去，可还没走几步，家里的几只又想趁机溜走，真是左右为难。结果一转身的功夫，孩子们全都跑丢了，这可给小花急坏了，因为她不想再次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。没办法，小花只能旷工出去寻找孩子，可找了半天也不见孩子的身影。见小花如此着急，几位小哥也加入了搜寻的队伍。也许是和孩子们心有灵犀，半小时后，他发现了小猫们的藏身之所。随后警员们快速赶来，大家合力将圆筒抬起。谁会想到他们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呢？小花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确认宝宝安全才放心的走开。警员们将小奶猫们一只只拎了出来，并且全部送回了岗亭里。虽说孩子们有些淘气，但天下有哪个母亲不心疼孩子呢？为了表彰对小花工作上的肯定，警局里特意为一家5口定制了专属警服。穿上制服的小花正式成为一名花猫警长，样子简直帅极了。而一旁的小猫骂骂咧咧，似乎还不太情愿。小花赶紧上前说道：“傻孩子，这可是铁饭碗啊，怎么一点也不随我呢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”